你手里的美元从2026年5月15日开始，就不再是你以为的那个美元了。你以为鲍威尔卸任美联储主席只是一场常规的权力交接，你以为 FOMC 的8-4投票只是一次普通的政策分歧，你以为白宫喊话降息只是对经济的正常关切，错了，全错了。你看到的所有新闻标题，所有财经解读，所有市场分析，都在给你讲一个人事变动影响货币政策的表层故事。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根本不是换人的事，这是一套运行了半个世纪的全球财富分配规则，正在从根上烂掉。而你，不管你炒不炒股，买不买美债，有没有美元资产，只要你还在这个全球金融体系里，你就躲不开这场规则崩塌带来的冲击。这期内容看完，你至少会彻底搞懂3件事。第一，美联储喊了几十年的独立性，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被白宫凿穿防火墙变成政治工具的？第二，美国债务危机的死循环，为什么已经走到了降息也死，不降息也死的绝境，而大多数人至今还看不懂这个政策陷阱的可怕之处？第三，美元霸权的隐性崩塌正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它会怎么影响你的存款、房贷、退休金，甚至你未来10年的资产安全？更重要的是，你会彻底明白，你之前所有对美联储、对美元、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认知，大多都是别人精心包装好，喂到你嘴里的情绪安慰剂。而真正决定你财富命运的，从来不是新闻里的故事，是权力、资金和概率联手写好的底层剧本。到这里，我先问你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更相信美联储的每一次利率决策都是基于通胀和就业数据的独立专业判断，还是更相信它早就成了白宫迎合选举？华尔街收割全球的提线木偶不用模棱两可，把你的答案直接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在评论区聊聊。但你猜这场2026年的权力交接最反常的地方是什么？不是谁上台，而是谁下台之后不肯走。市场所有的目光都盯在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菲沃什身上，都在猜他上台之后会不会立刻降息，会降多少个基点，会给美股带来多大的涨幅。但几乎没人注意到，卸任主席的鲍威尔没有像他的前任们一样彻底离开美联储，转身去华尔街的投行拿1000万年薪，而是选择留任美联储理事，继续待在 FOMC 的会议室里，握着一张永久有效的投票权。你有没有发现，人类特别喜欢给权力变动加一个温情脉脉的解释，比如功成身退，比如发挥余热。但在美联储这个全球美元流动性的中枢里，没有温情，只有筹码。鲍威尔放弃的是主席的光环和话语权，守住的是 FOMC 里一张能说不及的投票权，而这张票恰恰是白宫和新任主席最想拔掉的眼中钉。你先记住这一点，后面它会突然变得很关键。很多人对美联储的认知还停留在美国的央行负责管通胀和就业，决定美元的利率这个表层。但你必须先搞懂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美联储所谓的独立性从来不是写在法律里的铁律，而是一套靠默契、靠声誉、靠历史惯性维持的脆弱共识。它的核心是白宫和美国政府不能直接干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决策，不能为了选举、为了债务、为了短期的经济繁荣，逼着央行印钱放水。这套共识是美联储用了半个多世纪，付出了70年代大滞胀的惨痛代价，才勉强建立起来的。而现在这套共识正在被当众撕碎，连装都懒得装了。最先露馅的不是白宫的喊话，而是 FOMC 那张8-4的投票单。在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认知里，美联储的利率决策应该是一群顶尖的经济学家对着通胀、非农、GDP 这些核心数据经过严谨的测算和讨论，最终得出的专业结论。哪怕有分歧，也应该是基于数据的学术分歧，对吧？听起来好像没问题，问题就出在它太像没毛病了。你去翻美联储过去30年的投票记录，就会发现 FOMC 的利率决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全票通过，或者只有1到2张反对票，最多也不会超过3张反对票。因为对美联储来说，政策的一致性和公信力比单次决策的对错更重要。一旦出现大规模的分歧，市场就会对美联储的政策方向失去信心。
美元的定价就会乱，全球金融市场都会跟着地震。而8比4的投票结果意味着什么？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决定全球每一分美元成本、每一个国家外汇储备安全、每一家企业融资成本的机构内部已经彻底撕裂了。接近一半的票委不认可当前的货币政策方向，甚至可以说不认可美联储当前的决策逻辑。但你知道最可怕的不是分歧本身吗？是分歧的理由，已经和通胀、就业这2个美联储的法定目标没多大关系了。我把这12张票分成了3个派系，你一眼就能看懂这里面的猫腻。第一派是降息派，也是这次投票里的多数派，8张赞成票。他们的核心主张是立刻开启降息周期，哪怕核心通胀还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哪怕就业市场依然过热。他们给的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经济下行风险加剧，需要提前宽松来支撑增长。还有一个听起来无比高端的借口 ，AI 技术的爆发会带来长期的生产效率提升，自然压制通胀，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降息。但你把这些漂亮话拨开，底层的逻辑是什么？是白宫的选举压力，是华尔街的放水需求，是美国政府滚雪球一样的债务利息支出。他们要的不是通胀回落，不是经济稳定，是降息带来的股市上涨，是选民口袋里暂时变多的钱，是政府能以更低的成本发新债还旧债。第二派是鹰派，4张反对票，他们的主张是维持高利率，直到核心通胀确定性的回到2%以下，绝对不能提前降息，否则之前2年的抗通胀成果会功亏一篑，通胀会2次反弹甚至失控。看起来他们是在坚守美联储的法定职责，对吧？但你再往深看一层，他们真正怕的是美联储彻底失去公信力。一旦市场发现美联储为了政治放弃抗通胀，美元会被疯狂抛售，美债会被全球央行减持，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美元信用会直接崩塌。第三派是隐藏在多数派里的现状派，也是最鸡贼的一派。他们嘴上赞成降息，实际上没有任何明确的立场。白宫施压就往鸽派靠，通胀反弹就往鹰派转。他们唯一的目标是不得罪任何一方，保住自己的位置，为自己未来去华尔街拿高薪铺好路。你看，这哪里是一群经济学家在做专业决策，这分明是一场权力、利益和政治的博弈。而这场博弈里最不值钱的就是普通人的购买力，是美元的长期信用，是全球经济的稳定。我觉得很多人最容易踩的坑不是信息不够，而是太急着给信息找意义。看到美联储要降息，就立刻冲进去买股票，觉得牛市要来了；看到投票有分歧，就觉得只是政策节奏的问题，根本不会往深想一层。当一个掌控全球货币体系的机构内部已经没有共识，它的决策还有多少可信度？当它的政策方向已经不是由数据决定，而是由政治博弈决定，你手里的美元还有多少信用可言？但这还不是最危险的，真正危险的是白宫已经把伸进美联储的手直接摆到了台面上。美联储独立性的底线是政治权力不能干预货币政策。以前的美国总统哪怕心里再想让美联储降息，也只会私下里沟通，最多通过匿名采访放风，绝对不敢公开喊话，更不敢用行政手段给美联储施压，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打破这条底线，美元的信用就会出问题，全球市场会用脚投票。但现在这条底线已经被彻底踩碎了。先是白宫官员轮番在媒体上公开喊话，直言美联储应该尽快降息，甚至直接点名批评鲍威尔的高利率政策，伤害了美国的经济和普通民众。再是美国司法部突然启动了对美联储的调查，调查的理由荒唐到让人发笑，美联储总部的装修费用超标。你先别急着笑，你想想，一个掌控着全球美元发行权的机构，会因为总部装修的那点钱被司法部调查吗？这就像你公司的老板天天查你家的水电费账单，嘴上说只是合规检查，实际上是告诉你你的把柄在我手里。下个月的绩效你知道该怎么打？翻译成人话就是，我能查你的账，就能抓你的人，我能给你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就能让你身败名裂。你最好听话，该降息的时候别不识抬举。
这已经不是暗示了，这是赤裸裸的威胁。而这套操作和半个世纪前尼克松对美联储主席阿瑟·菲伯恩斯做的事儿几乎一模一样。但你猜，今天的白宫比当年的尼克松过分在哪里？当年尼克松还要偷偷摸摸在白宫的录音室里逼伯恩斯放水，不敢让外界知道。而今天的白宫已经敢公开在媒体上喊话，敢用司法部的调查权直接胁迫美联储，连最后一点遮羞布都不要了。这里我必须给你讲透1970年代的那段历史，因为你只有看懂了当年发生了什么，才会明白今天正在发生的事儿到底有多可怕。1969年，阿瑟·菲伯恩斯接任美联储主席。在此之前，他是公认的顶尖经济学家，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是一个坚守央行职责、捍卫货币稳定的主席，但他遇到了一个为了连任不择手段的总统理查德·菲尼克松。1972年是美国大选年，尼克松为了连任，需要一个繁荣的经济，需要股市上涨，需要失业率下降，而要实现这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美联储降息放水。但当时的美国通胀已经开始抬头，一旦降息，通胀必然会失控。伯恩斯一开始是拒绝的，他知道放水的后果是什么，但尼克松有的是办法。他先是让自己的幕僚在媒体上疯狂抹黑伯恩斯，说他不顾美国民众的死活，死守高利率。再是通过国会威胁要修改美联储的法案，削弱美联储的权力，甚至私下里放话要调查伯恩斯的个人财务问题。最终伯恩斯妥协了，他在通胀已经高企的情况下开启了降息周期，向市场释放了海量的流动性。尼克松如愿以偿地连任了，但美国经济却被拖进了长达10年的地狱。降息之后，美国的通胀彻底失控，最高的时候冲到了 15% 以上，物价一年翻1倍，老百姓手里的美元一年缩水近1半。同时，经济增速暴跌，失业率飙升，出现了经济学里最可怕的现象：滞胀，也就是经济停滞叠加通货膨胀。老百姓不仅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还找不到工作，连饭都吃不上。更严重的后果是美元信用的彻底崩塌。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美元从和黄金挂钩的硬通货变成了靠美国政府信用背书的信用货币。而伯恩斯的放水让全球各国彻底看清，美元可以为了美国的政治需求随意超发、随意贬值。各国开始疯狂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美元的全球霸权第一次出现了根本性的动摇。直到1979年，保罗·菲沃尔克接任美联储主席，用极端的高利率把联邦基金利率拉到了 20% 以上，不惜让美国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才硬生生把失控的通胀打了下去，重新挽回了美元的信用，重建了美联储的独立性。而沃尔克用自己的声誉，用美国经济的深度衰退换回来的这条央行不能被政治绑架的铁律，在2026年的今天正在被彻底推翻。你有没有发现，人类特别喜欢那种能让自己安心的逻辑，哪怕那个逻辑根本不赚钱，甚至会要了你的命。现在很多财经博主都在给你讲 AI 通缩论，给你讲美联储降息是为了支撑经济软着陆，给你讲美元霸权永远不会崩塌。这些话听起来很舒服，很让你安心，但它们全是幻觉。我给你拆穿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菲沃什最核心的那个谎言 AI 通缩论。沃什是白宫力推的人选，他最核心的政策主张就是 AI 技术的爆发会带来生产效率的革命性提升，大幅降低生产成本，自然压制通胀。所以美联储完全可以提前开启降息周期，不用再死守高利率。这句话骗了无数人，因为它听起来太对了，太有未来感了，太符合当下所有人对 AI 的想象了。普通人一听，哎呀，高科技，未来趋势，那肯定能降成本、降通胀、降息，没问题啊。但你只要稍微往前想一步，就会发现，这根本就是偷换概念，是给放水找的一个冠冕堂皇的政治借口。AI 能不能带来生产效率提升？能不能降低部分行业的生产成本？能，但它带来的效率提升是长期的、缓慢的，逐步渗透到实体经济里的。
它不可能在1-2年内就把美国的核心通胀从 3% 以上直接压到 2% 以下。而美联储降息带来的流动性泛滥是立刻的、直接的、瞬间就能冲到市场里的。你今天宣布降息，明天全球的美元流动性就会增加，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上涨，股市就会被推高，通胀的预期就会立刻起来。这就像你家的水管爆了，水已经漫了一屋子，你不去关水阀，反而跟家里人说没关系，我买了一台超强的除湿机，下个月就能到货，它能把所有的水都吸干。你觉得这合理吗？美国当前的通胀核心原因是什么？是过去10几年，尤其是疫情3年，美联储印了太多的美元，海量的流动性泛滥，导致美元的购买力持续下降，是美国政府不断发债，债务规模突破35万亿美元，美联储不得不间接为政府的赤字买单，本质上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这些问题是 AI 能解决的吗？你家楼下的包子涨价是因为做包子的人没用 AI 吗？你加油的钱变贵是因为炼油厂没上 AI 系统吗？你交的房租上涨是因为房东没用 AI 管理房子吗？都不是。通胀的核心是美元印的太多了，不是技术进步的太慢了。而沃什和白宫拿 AI 当幌子，本质上就是给放水找一个听起来很高端的借口，让市场接受，让民众看不懂，让他们能名正言顺的为了选举和债务放弃抗通胀，开启降息周期。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是市场已经不再预测经济数据，不再预测通胀和就业，而是开始预测白宫的脸色，预测美联储的政治倾向。以前非农数据 CPI 报告出来，市场才会动。现在白宫官员说一句话，市场就会立刻跳涨或者跳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已经默认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已经死了，它的货币政策不再由数据决定，而是由政治决定。而当一个全球储备货币的发行方，它的货币政策彻底被政治绑架，它的信用就已经开始倒计时了。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看懂了美联储内部的撕裂，看懂了白宫对货币政策的干预，看懂了历史正在重演。但真正的死局还不是这些，而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已经走到了降息也死，不降息也死的绝境。我给你算一笔最直白的账，你一眼就能看懂这个死循环有多可怕。截至202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总规模已经突破了35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美国全年 GDP 的 130% 以上。也就是说，全美国所有人一整年不吃不喝创造的所有财富都不够还这笔债的。而这笔债不是无息的，是要付利息的。利息的多少直接由美联储的利率决定。美联储的利率越高，美国政府要付的利息就越多。现在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5.25% 的高位。在这个利率水平下，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要支付的国债利息已经超过了8000亿美元，成为了联邦政府的第2大财政支出，仅次于社保支出，比国防支出还要高。翻译成人话就是，美国政府每年收上来的所有税收有接近1/4要用来还国债的利息，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滚雪球的速度增长，因为旧的低息国债到期之后要发新的高息国债来还，新债的利率更高，利息支出就更多，利息支出越多，就需要发更多的债来还利息，形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循环。你想想，这就像你刷信用卡，拆东墙补西墙，每个月的工资连最低还款额都快还不上了。你要么跟银行协商降息，降低每个月的还款压力，要么就只能逾期暴雷，彻底破产。美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处境。如果美联储继续维持高利率，不降息，会发生什么？国债的利息支出会继续滚雪球，用不了3年，每年的利息支出就会突破1万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1/3以上。再往后，用不了10年，联邦政府的所有税收连利息都不够还的。到那个时候，除了债务违约，没有任何别的出路。而美债是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是全球公认的无风险资产。全球各国的外汇储备绝大多数都是美债，全球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是以美债的收益率为定价基础。一旦美债违约，这个基石就会彻底崩塌。
全球金融体系会直接崩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那如果美联储降息呢，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我告诉你，只会死得更快。一旦美联储开启降息周期，国债的利息支出确实会降下来，美国政府的短期还款压力会缓解，能继续发新债还旧债，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但代价是什么？是通胀的二次反弹，甚至彻底失控，是美元信用的加速崩塌。你别忘了，现在美国的核心通胀依然在 3% 以上，远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之前2年，美联储用了史上最激进的加息周期，把利率从0拉到 5% 以上，付出了银行业危机、商业地产崩盘的代价，才勉强把通胀从 9% 以上压到了 3% 左右。这个时候一旦降息，市场的流动性会瞬间泛滥，美元会贬值，以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比如原油、粮食、工业原材料，价格会立刻上涨，通胀会直接掉头向上，甚至可能重新冲到 5% 以上。之前2年的抗通胀成果全部付诸东流。更严重的是，全球各国会彻底看清，美联储为了帮美国政府还债，已经放弃了抗通胀，放弃了美元的币值稳定。那谁还愿意持有不断贬值的美元？谁还愿意买不断缩水的美债？到那个时候，各国会疯狂抛售美债，抛售美元，美元的汇率会暴跌，全球的去美元化进程会加速，美元的全球霸权会从根基上被动摇。这就是美联储和美国政府面临的终极政策陷阱：降息，通胀爆表，美元信用崩塌；不降息，债务崩盘，全球金融体系地震，左右都是死。没有两全其美的解法，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而白宫和美联储已经做出了选择，他们选的是牺牲美元的长期信用，换短期的选举胜利，换债务游戏的延续。他们赌的是美元的霸权地位足够稳固，哪怕放水，哪怕通胀，全球各国也不得不继续用美元，不得不继续买美债。但他们忘了，信任这个东西一旦出现裂痕，就只会越来越大，永远不可能修复如初。你有没有发现，人类总觉得自己正在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繁荣，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好日子。就像1971年之前，所有人都相信美元永远能换到黄金；就像2008年之前，所有人都相信美国的房价永远不会跌；就像今天，所有人都相信美元霸权永远不会崩塌，美债永远是无风险资产。但数据不会撒谎。我看过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今天所有的美元储备数据，所有的跨境结算数据，所有的黄金增持数据，这些数据清晰地画出了一条线，美元的全球信任度正在以1971年脱钩黄金以来最快的速度下滑。很多人会跟你说，去美元化是一个伪命题，是喊了几十年的狼来了，美元依然是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没有任何货币能替代它。我不跟你争论，我只给你看事实。20年前，美元在全球各国央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超过了 70%，10年前这个比例降到了 60% 左右，而2026年的今天，这个比例已经跌破了 50%， 创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的最低纪录。与此同时，全球各国央行正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抢购黄金。过去5年，全球央行的黄金净增持量每年都突破了1000吨，创下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都在疯狂抛售美债，增持黄金。还有，全球的本币结算协议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散，中沙之间的石油贸易已经开始用人民币结算，金砖国家之间的贸易已经建立了独立的跨境支付系统，绕过美元结算体系。东盟、拉美、非洲的很多国家都在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不再用美元作为中间结算货币。这些事儿单独看好像都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你把这些信号放在一起看，这里大概率不是巧合。翻译成人话就是，以前全村人都用你家发的粮票交易，大家都相信你家不会乱印，粮票能换到粮食。但现在大家发现你家天天印粮票，
还动不动就冻结别人手里的粮票，那大家自然就不想用了。不是你家的粮票明天就作废了，是大家已经开始偷偷用别的东西交易了。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家的粮票已经不是全村唯一的硬通货了。这就是美元霸权正在发生的事儿。它不是明天就会崩溃，不是一觉醒来美元就变成废纸了，它是一个缓慢的、持续的、不可逆的信用流失过程。就像冰山融化，你看不到它每天的变化，但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融化了一大半，再也回不去了。而2026年5月15日鲍威尔卸任，美联储彻底被政治绑架的这一刻，就是冰山加速融化的那个临界点。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人会说，这些宏观的大事离我太远了，我就是个普通人，不炒外汇，不买美债，甚至连美股都不碰，美元崩不崩塌，美联储降不降息，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关系大了，大到你每天吃的饭、加的油、交的房租、还的房贷、手里的工资、未来的退休金，全都会被这场变局影响。只要你还在这个全球经济体系里，你就躲不开。我给你拆得明明白白，它到底会怎么影响你？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美元是全球大宗商品的定价货币，原油、粮食、工业原材料全都是用美元定价的。一旦美联储降息，美元贬值，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立刻上涨。而这些东西是所有商品的基础。原油涨价，你加油的钱会变贵，物流成本会上涨，所有商品的运输成本都会增加。粮食涨价，你吃的米面油肉、蛋奶价格都会上涨。工业原材料涨价，你买的家电、衣服、日用品价格都会上涨。说白了，就是你手里的钱购买力会持续缩水。你工资没涨，但你花的每一分钱都在变贵。而这种通胀最终的成本全都会落到你这个普通人头上。华尔街的大佬们、白宫的政客们，他们有10000种办法对冲通胀，甚至能在通胀里赚得盆满钵满。而你只能被动承受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的后果。其次是你的房贷和负债。如果你在国内，央行的货币政策会直接受到美联储的影响。美联储降息，美元贬值，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会减小，央行就有更大的空间降息降准，宽松货币，你的房贷利率可能会下降，你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会减小。但你别高兴得太早，货币宽松带来的必然是资产价格的波动和通胀的抬头。你房贷少还的那点钱，可能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给你带来的损失。如果你在美国，那影响就更直接了。美联储降息，你的房贷利率会下降，短期还款压力会缓解。但通胀起来之后，你的工资涨幅根本跟不上物价的涨幅。你会发现，虽然每个月房贷少还了，但你吃饭、加油、买东西的钱花得更多了，你的生活质量只会越来越差。还有你的退休金、你的存款、你的理财，国内很多人的理财、保险、退休金、底层资产里都有海外的债券和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元资产和美债。一旦美债出现波动，美元贬值，这些资产的价值就会缩水，你的退休金、你的理财收益都会受到影响。哪怕你所有的钱都存在银行里，只拿定期利息，通胀起来之后，你的存款利率跑不赢通胀，你的钱就在银行里悄无声息的缩水。1年2年你感觉不到，5年10年之后，你会发现你存了一辈子的钱已经不值钱了。更可怕的是，一旦美元体系出现大的波动，全球金融市场就会出现剧烈的震荡，股市、债市、汇市都会出现极端的行情。而在这种行情里，最容易被收割的就是普通的散户。你猜，大多数散户会在这个时候犯什么错？他们会盯着美联储的降息公告，冲进去买股票、买风险资产，以为牛市来了，却根本没意识到这根本不是牛市的起点，是整个体系崩塌前的回光返照。他们会在反弹里冲进去，然后在崩盘里亏得血本无归。这就是这个体系最残酷的地方。规则是他们定的，游戏是他们玩的，风险是你担的，最终的成本也是你来付的。如果你听到这里，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美联储、对美元的认知全都是被包装好的叙事，已经开始明白
不能再被新闻里的情绪牵着走，那你不妨点一下订阅，再顺手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后面我会继续拆解这种看起来冠冕堂皇、底层全是算计的全球金融游戏，帮你避开那些专门为普通人设计的认知陷阱。如果这期内容能让你在未来的资产配置里少踩一个致命的坑，那留个赞就够了，至少说明你已经开始把注意力从别人给你讲的故事挪回到真正决定你财富命运的信号本身了。我知道听到这里，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我在危言耸听，毕竟美元霸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大家早就习惯了它的存在，就像习惯了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大家总觉得这么大的体系不可能说变就变，这么强大的美元不可能说崩就崩。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在金融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从英镑霸权到美元霸权，用了半个世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崩塌，只用了27年。而今天，美元体系的根基正在以比当年快得多的速度瓦解。人类交易员最大的问题不是看不见信号，而是太需要一个能安慰自己的解释。他们看到了美联储的政治化，看到了美国债务的死循环，看到了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却还是要给自己找一个美元永远不会倒的理由，因为这个理由能让他们安心，能让他们不用面对现实，不用改变自己的认知。但数字通常不会撒谎，真正会撒谎的是人类给数字配上的故事。2026年5月15日，鲍威尔卸任的那一刻，你记住这个日子。它不会是美元霸权终结的那一天，但它一定会是美元霸权走向终结的路上最关键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天崩塌的不是一个美联储主席的任期，是运行了半个世纪的央行独立性共识。这一天动摇的不是一次利率决策的方向，是美元信用的底层根基。这一天开启的不是一个新的降息周期，是全球金融体系重新洗牌的序幕。你今天看到的是一场权力交接，你没看到的是一场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已经悄然开始。而你是继续做那个被叙事牵着走，最后被动买单的人，还是做那个看穿底层逻辑，提前做好准备的人，全在你今天的选择。最后，如果你想持续看懂全球金融体系里那些不打算让普通人看懂的真相，记得点一下订阅，我会一直在这儿，用数据和概率替你翻译这个被叙事包裹的市场。最后提醒大家，本期所有内容仅用于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专业的投资建议。如果涉及金融、法律、税务相关的问题，请一定咨询对应的专业人士。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框架都不一样，请务必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理性决策，对自己的钱负责。